小时候我们都写过一篇作文，叫做《未来的城市》。1960年代，一个叫华特·迪士尼的小伙子也写了，但他是用动画的形式，而且还想把它变成现实。1955年，迪士尼乐园开业以后，华特第一次真正控制了一整片现实空间。以前拍电影，他决定观众看什么；现在修乐园，他还要思考人从哪里进来，往哪里走，车停在哪里，街道怎么排，商店放在哪儿，什么东西应该让游客看见，什么东西最好藏到后面。看起来是在修游乐园，其实已经很像一个小型城市。在规划和建设迪士尼乐园的过程中，华特实际上不知不觉开始了另一份工作，就是城市设计。华特发现人的体验不只是由东西决定的，还会被环境决定。同样一家商店放的位置不同，人流就不同。同样一段路，汽车和行人混在一起，体验完全不同。也就是说，很多我们以为只能适应的生活，其实可能只是以前的人这么设计的。既然设计过，那就可以重新设计。1963年，华特和团队已经开始认真寻找美国东部的新项目地点。之前的加州迪士尼乐园虽然成功了，却给华特留下一个非常难受的问题。迪士尼乐园建成以后，周围很快出现大量旅馆、商店和商业开发。华特可以决定乐园里一块招牌挂在哪里，却不能决定隔壁地主准备盖什么。他花大量精力营造出来的环境，走出大门以后，立刻进入另一个世界。这让华特的想法越来越大。如果下一次还想做一个更大的项目，只买乐园本身那块地远远不够，他必须连周围一起控制。1963年11月，华特亲自飞到佛罗里达考察，看了一圈以后，他基本确定就是这里。于是迪士尼内部启动了一个秘密计划，叫 X 计划，就是避免周边地商突然炒高地价。最后迪士尼买下了超过27440英亩土地，相当于15000多个标准足球场连在一起的大小。1965年11月15日，华特和罗伊公开宣布了佛罗里达计划。1966年10月，华特专门拍了一部20多分钟的影片，向外界解释佛罗里达计划。影片里，他站在佛罗里达计划模型前，第一次完整展示了自己真正想建造的东西——一座未来的城市，里面预计生活大约2万人。华特给它取名“明日实验原型社区”，意思很简单，这不是一座已经完成的城市，而是一座不断测试未来生活方式的实验城市。在影片里，华特首先展示的是城市布局。如果你真的住进去，一天会是什么样？早上起床，你打开门，华特首先不希望你看到车，因为他已经发现美国城市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就是车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像借住在汽车的地盘上。所以他的办法不是继续拓宽马路，而是更直接，人和车最好少见面。城市中心主要留给行人，你在上面逛街、吃饭、购物。普通汽车放到下面一层，送货的大卡车再放到更下面。接下来你要上班，华特也不希望2万人早上8点同时发动汽车，然后集体参加城市早高峰。所以他设计了2套公共交通，远距离坐单轨列车，城市内部短距离则坐一种持续运行的电动小车，车不停的循环，人不断上车下车。核心目的就一个，别让所有人的生活都绑在私家车上。再往外走是住宅区和大片绿地、学校、运动设施、儿童活动空间，都准备放进居民日常生活范围。他的思路很简单，不能房子盖完了再发现学校在10公里之外，也不能先造住宅区，然后每天早上让几千人开车出去寻找工作。住宅、学校、工作、交通，从第一天就得放在一起算。在工作安排上，华特准备划出一大片产业和研发区域，邀请美国的大企业把实验室、研发中心、新技术项目搬进来。因为华特不想让这座城市只是使用未来，他希望它能生产未来，让整个城市变成了一座巨大的现实实验室。华特认为住宅也应该不断更新，今天出现新的家庭设备可以装进去，明天出现新的建筑技术还可以继续改。华特想让这座城市变成拥有不断升级自己的能力，这座城市理论上永远没有真正竣工的那一天。最后华特说，这么大的项目，一家公司不可能独立完成，他希望美国工业界提供技术，迪士尼提供创造力，双方一起把这座城市做出来。但华特的这个想法其实并不是那么符合现实。华特可以把城市画得很漂亮，可一座真正的城市不是乐园。乐园里的游客今天不喜欢这个项目，明天可以不来。城市里的居民却要在这里生活几十年，他们会换工作，会结婚，会搬家，会有自己的意见。企业的新技术谁来决定要不要试，要不要尊重居民的意见？修一座城市难，但更难的是让一座城市一直运行下去，里面的人能够和谐相处。华特当然也知道这个计划还远远没有成熟。1966年春天，他还在不断和团队讨论交通、教育、垃圾处理这些很具体的问题。参与计划的马蒂斯·克拉后来回忆，华特反复强调的其实只有一句意思：先看人们需要什么。所以晚年的华特已经很不像一个单纯的娱乐公司老板了。从米老鼠一路研究到垃圾怎么回收，华特的业务范围已经有点超纲。1966年10月，华特拍下那部24分钟的佛罗里达计划影片，把未来城市的基本想法留了下来。8个星期以后，1966年12月15日，华特去世。到这个时候，未来城市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工。他的哥哥罗伊后来讲，华特去世前一天躺在医院里，抬头看着天花板上一格一格的吸音板，华特还在把那些格子想象成佛罗里达地图，这里走高速公路，那里修单轨列车。
一直到生命最后，他脑子里那座城市还没有停下来。华特走了以后，问题一下落到了公司头上，这个项目到底要不要继续？因为华特是整个佛罗里达计划的核心。马蒂斯克拉后来回忆，没有华特以后，要真正建设一座有人居住的实验城市，几乎变成了一件无法想象的事情。因为这个项目太大了，不只是迪士尼以前没干过，几乎没人这么干过。于是哥哥罗伊做了一个更现实的决定，城市先放一放，先把整个佛罗里达项目活下来。本来已经准备退休的罗伊留下来继续推进建设，他还坚持把原来的迪士尼世界改名为华特迪士尼世界。1971年10月1日，华特迪士尼世界第一阶段正式开放，魔法王国建成了，酒店建成了，道路和交通系统也开始运行。可华特最想看到的那座未来城市没有出现。2个月以后，12月20日，哥哥罗伊也跟着去世了。到这里，打造迪士尼乐园的两兄弟都已经离开了，可那个名字还留着，明日实验原型社区。接下来的人必须回答一个更难的问题：华特留下的是一个具体城市方案，还是一种关于未来的思想？于是，原来的明日实验原型社区慢慢变成了另一个项目。1982年，未来世界中心正式开放。它已经不是华特设想中有人真正居住的城市，而是一个展示未来的一个中心，展示未来的技术会怎样改变人的生活。所以园区里开始出现能源、交通、农业、通讯、海洋和未来生活等主题。游客不再只是坐过山车，还会看到能源怎么生产，食物未来怎么种，交通以后可能怎么发展，计算机和通讯会怎样进入家庭。到了现在的华特迪士尼乐园，已经彻底不是华特1966年想象中的未来城市了，它现在就是一座主题公园。所以今天你真正走进去，会发现它已经变成了一种很奇特的混合体，一半像未来科技馆，一半像世界文化博览会，再加上一层迪士尼主题乐园。发展到今天，它已经被重新分成4个区域：世界庆典区、世界探索区、世界自然区和世界展示区。今天佛罗里达的华特迪士尼乐园已经不是华特想象中那座真正有人上班上学居住的未来城市，更像是先让你买张门票去参观一下未来城市可能是怎么样。